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 baby 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天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都痛。我记得你在背后，也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长的相拥。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成肉，谁忘了要给你温柔。是啊，这么早，你也早。我站在屋顶，黄昏的光影，我听见爱情光临的声音，微妙的反应，忽然想起你。这默契感觉像是一个谜，心里有点急，也有点煽情，你不要放弃行不行？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这条路希望跟你走下去。最近我和你都有一样的心情，那是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在同一天发现爱在接近，那是爱，并不是也许。不要忘记，你要相信你自己，给我一些类似爱情的回忆。这个世界很无情，谢谢你说一声爱你，我很想听。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2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的可是你，打得我好生不守着，然后不断想起你的。你言一语是指定旋律，陪我到那条街游来游去，不用戴起耳机，也
有好心情。三部曲，假如有心，句句都是单曲。假如不想，一切听不进去。爱是这样不可理喻，拜听你不言才是好证据。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主的歌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2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的可是你，打得我好生不收手，然后不断想起你的啦啦啦啦我。尾音拉的不自然，不过好听，加上混响就更好了。谢谢这位评委老师啊，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音乐学院出来的啊，尊重你的点评啊。他说他很爱她，他说会守护她，他送她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他不再只有自己，他爱的彻底，真心溢满了甜蜜。时间感情一个人，开始令人昏沉沉，他像变了一个人，太蛮横。他开始选择疑问，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要任何伤痕。谁爱谁，谁流干了眼泪，难分难舍太伤悲，谁应该止住眼泪，谁又该干脆离开，谁又能反反复复，谁在忍受着孤独，他退出，他孤独，爱得太麻木。他说他很爱她，他说会守护她，他送她玫瑰花，一切美得不像话。从朋友变成情人，他不再只有自己，他爱的彻底，真心溢满了甜蜜。时间感情一个人，开始令人昏沉沉，他像变了一个人，太蛮横。他开始选择疑问，不想再等他承认，不再要任何伤痕。谁又流干了眼泪，难分难舍太伤悲，谁应该干脆离开，谁又该干脆离开，谁又能反反复复，谁在忍受着孤独，他退出，他孤独，爱得太麻木。谁又流干了眼泪，谁分难舍太伤悲，谁应该干脆离开，谁又该干脆离开，谁又能反反复复，谁在忍受着孤独，谁退出，谁孤独，谁不满足。谁应该干脆离开，谁又该干脆离开，谁又能反反复复，谁在忍受着孤独，他退出，他孤独。
怎么还没萧亚轩唱的 man？ 你他妈唱啊！你家最 man， 你妈最 man 啊！你妈长胡子，扯那屁话干什么呀？你家最 man 啊！逼逼赖赖的。不听滚出去！大早上的，懒得骂你，什么东西啊你？你家门就够了，啊！大傻逼！每当对方掉。芝麻2是开拍了吗？我一天我没事我就在这块拍戏，啊，我这边没播完呢，完了我那边先拍上了，我专业拍戏，啊，我不用活着了，我天天就拍戏。怎么我会说太晚了你不用送？其实我想说可不可以不要走？突然我们都沉默，讨厌这样我们都有话藏着不说。你总是那么处处在意我，越害怕伤害我，我感觉也难受。你不懂，我没你想象脆弱。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以前，找到幸福以前，我会耐心等候，别总也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值得你的爱，我确定不是我。下个周末会不会就各自过？渐渐少联络，这样算不算分手？我会想念你，亲吻你，拥抱，但我不想欺骗我。讨厌这样爱变之后谁都不认得，情人终究不一定变朋友。越相互关心着，越加快疏远了，别触碰我在逞强的笑容。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以前，找到幸福以前，我会耐心等候，别重新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值得你的爱，我确定不是我。是不是从前我们太懒惰，放任上移动，直到看不清楚。说出那一句谢谢你，眼根忽然夺眶而出，快要不能自己难，多困难，再见要说的多困难。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以前，找到幸福以前，我会耐心等候，别总也适应寂寞。开始倒数，开始忘记，我们都爱过。热情结束以后，冷静开始以后，时间开始怂恿全深爱的人放弃。我不想倒数还能爱多久，不爱我请离开我，勇敢祝福以前。离分手不远了，谁离分手不远了？我看都说什么？
起床气，我没有起床气啊，就是有一些人他没脑子，就问那些没用的。我他妈刚剪完片子，完了问我说那个已经开始拍了吗？就是在你们眼里拍戏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吗？他不需要筹备吗？不需要资金吗？不需要剧本吗？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些话的人，他他有没有思考的能力？一个剧组今天说拍，明天就拍了吗？能明白吗？啊，大早上火气有点大，他妈的你说我唱歌不 man，你他妈 man，你他妈都说这种话了，我不能发火是吗？你脑子有问题啊！啊，说我火气大的，你脑子有问题啊！我说你长得丑，完了恶心巴拉的，完了你千万别生气，你他妈有病啊你！傻逼吧？不是你刚才说在这块说我一句，完了我才骂的你吗？你贱呐！你转头就忘啊你啊！你是什么东西？你转头就忘你？小老虎叫发财是龚大虎的粉丝吗？不知道，私聊去。大早上见呢，怎么一会儿啊？哎，他在那块说完我了，完了他转头就忘了，他说大早上火气有点大，你他妈你是不是有毛病你啊？以前是，现在怎么不是了？小老虎叫发财，妈的，他他妈在这块说完我，完了他失忆了。就喜欢听你出口，贱，那个傻逼还在不在直播间？我看看那个傻逼叫什么？叫那个戎马书生，在不在直播间？在直播间。你个大傻逼！不能不能就惯着这帮人，你越惯着就他妈晒脸啊！怎么感觉比以前的眯眯眼大很多？别问我这些弱智的问题啊！经常直播间里有一些是无语的一帮人啊！好想有你这样的男朋友。就我这样的男朋友，我是哪样的男朋友？来说一说，大伟先生，你觉得我是哪样的男朋友？
坏坏的那种。那我觉得就是坏坏的这个词还是蛮准的啊，就是我觉得我是典型的那种不是暖男，就是我一直我都想做暖男，但是我真的做不了，我就觉得那种吃饭了吗？啊，我给你做，你知道吗？就是我做不了暖男，我能做的就是说什么，就比如说昨天你看我吃，我不是暖男，暖男跟我一点都不沾边儿。昨天那个小大夫，你知道昨天我把小大夫又给骂了嘛，我就说实在的，我俩已经将近3个月2个月没吵架了，啊2个月就是没有红过脸了，我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绪，昨天我真忍不住了。啊，你知道为啥忍不住了吗？啊，就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什么不好的习惯？就是那个他每次吃饭，他不在饭桌上吃，啊，他会把这个所有的菜夹到一个碗里，然后他边看电视边吃。然后我说你这个就是没礼貌。那你到了别的地，你到了别的地方你也这样吗？你为什么你要养成这种习惯呢？那你吃完了你再看呗。但是我仔细回忆起来，我仔细回想起来，啊，我仔细回想起来，这也不是大毛病。但是我就是我端不住啊，我就是当不了暖男啊，我就是不能说包容他这个小小的那个就是不好的习惯嘛，那我就得去说。但是我后来我仔细想，没啥大事儿。啊，他出去他不可能我带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加点，然后他去旁边玩手机，对吧？他一定是这样啊。但是我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对吧？那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在饭桌吃，你吃完了愿意看看呗，那非得就是说他们在那块是这，对吧？嗯，就是我也觉得没啥大毛病啊，没啥大毛病，但是我就得说，嗯，对，就是没啥大毛病，但我觉得互吵我俩不吵，他每次我说他，然后他脸就红了，然后他就不吵，然后要不就是有的时候他生气我就一直哄他，就2个人吃饭，对对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再一个，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也不是说他陪不陪我吃饭，我就是会觉得这个行为就不好嘛，就这个行为不好，我就得说嘛，我就当了2个月暖男，然后就是昨天我就忍不住了，我是因为他每次吃饭都是这样啊，他每次吃饭都是这样，然后我昨天我就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说他了，说完了以后啊，好了，啊，说完了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啊，对，但是咱们谈恋爱又不是教育家，也是那个也是没太大必要，就是给他警醒一下就好了啊，对对吧？人家跟你谈恋爱又不是来你这上学来了，对不对？也别上纲上线儿，所以就这么着吧。这我已经，我说实在的，就是边看手机边吃饭我也受不了。一叶秋你多大呀？边看手机边吃饭你都受不了，就是啊，你多大呀？一叶秋啊，一叶秋你多大了？你得有40多了吧？啊，那你的老师可能是这样，就我也是会觉得不好，但是，嗯，首先我吃饭应该没有太多看手机的一个习惯，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会看手机啊，对，那没办法，你这个事儿你杜绝不了啊。
对，你只能忍，对你只能忍，对，因为你说那种是正确的嘛，就是你说就是吃饭不看手机，这个其实是正确的，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可能就没办法较真儿，对，这个没办法较真儿啊。你就像那个老师不能打学生这件事情啊，就是老师不能就是辱骂和那个就是那个谩骂殴打学生，就这种，他确实是不能，但是我们那一代他就是这样啊，我们老一辈的那个老师跟我们打的呀，啊，对，我们老一代他就打嘛，对吧？就我前两天还听一个朋友，就是说我听一个那个网友说，对啊，都被老师打过，我们都被老师打过，对对，他只能说那个是打人是不对的，对对对对，扯你头发，是这样，对对是这样，只能说打人是不对的，对对是这样的一叶球，是有些东西，确实是咱们不能较真儿，你就比如说，你看现在的人都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太正常了，尤其是熟人吃饭，不好，我只能说不好，但是其实现在是普遍现象，普遍现象。你比如说，你现在就是现在大家都大手大脚嘛，大手大脚的，那大手大脚其实也不好，那你也不能说，对，浪费呀怎么样的啊，就是不能较真儿，不能较真儿。所以我的个性就说白了，你让我做暖男，你比如说你让我演一个角色是暖男，我就演不了，我觉得太恶心了。你让我就是那个状态，我觉得跟我不像。就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我自己写剧的话，或者说外边有人找我拍的话，我一定会看人设。对，暖男太假了，我真的我不觉得暖男是一件，就是我不觉得暖男是非常好的一类人，我相反我会喜欢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性格缺陷，但只对你好的人，就是我觉得这种人才是正常人，暖男他不正常，你们能懂不？就是我觉得暖男都特假，就是那种就是哎，他有点性格缺陷，但是他只对你好的这种人，他他其实才是对劲儿的啊。就是你让我去，我可以写暖男，然后我也可以让别人演，但我自己不行。大早上就飞，也不可能一直喜欢一个人，人总会变的，肯定会变，就是人都会死，你不能说你因为死，大家都会死，然后你就草草一生，其实感情也是这样的，我一直都觉得说你不能因为害怕一件事情你就不做一件事情，对，就是你还是要去做呀，对吧？我现在对自己的生活除了穷，我现在其实是有点是会有一点点就是穷，但是会充实，就是
我在今年2月份之前啊，我在今年2月份之前，啊，就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像礼貌的一个角色，就是我凡事我都是，都要争抢的那种。到2月份之后，我开始摆烂了。然后我为什么要摆烂呢？因为我发现就是感情啊，你需要时间去经营，然后只有你摆烂的时候，你才有时间。你不摆烂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时间。所以我现在我就有点摆烂了。摆烂了以后，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感情我就稳固下来了。稳固下来，现在我就是其实我这段时间我挺开心的，就是这2个月之内我非常开心，就哪怕自己就花了一些钱出去，然后现在也没有回来这个钱。后来就是我终于明白一件事，就是其实哎呀，大家有一些人摆烂，不是因为他不上进，是因为他觉得没必要啊。就是我觉得不上进和就是有有思考能力，觉得没必要是两回事儿啊。我终于知道，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就是他就宁愿摆烂，他不是懒他是真的觉得没必要啊。对，就我当时我都会觉得说，哎，有些人就是哎，真可惜了啊！我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我都觉得，哎呀，他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你比如说，我身边有好多学音乐的呀，然后学美术的呀，他们就是学完了以后，他们就是在这个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好牛逼，但是他们没做这行。为什么没做这行？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嗯，对，礼貌是事业心太强。是的，我就觉得我之前不开心了，我现在挺好的。现在我就蛮开心啊，对吧？唯一感觉就是霸道总裁，他也不霸道，我告诉你，礼貌，我的感觉就是，哎呀，他就是一个中年人。中年人有什么特点啊？就是他就啥都懂，他啥都经历过，他啥都懂。所以他这个人吧，就是没情趣，对一些事儿吧，他提不起兴趣来。这个就是我对礼貌的一个理解，就是那你看他为什么不跟罗勇在一起呀？你说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罗勇这样的人了，能懂不？就是那罗勇这样的人，他一生当中他经历了好多个，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就是说我要为了他怎么地的，因为他已经就是他都40-50岁了，他是个酒吧老板，他啥人他没见过呀，对吧？所以他怎么可能对罗勇就那么大兴趣呢？他不可能，他中年人啥星座？金牛上升白羊，金牛上升白羊，对对。今天晚上大结局啊，小茉莉今天晚上大结局，这个大结局，这个大结局其实大家能看出来有第二部。86年什么都懂，什么都提及不行，干什么都小心翼翼啊！干什么小心翼翼是为什么呀，孩子？86年比我大，为什么86年会小心翼翼呢？
给你填一点，填不了就这样。土星上升火星。但是你们喜不喜欢成熟？我就说白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喜不喜欢成熟的？最后病好了吗？他这个病好不了。他第二步的话，如果说有第二步的话，那第二步他肯定也是死，对，他肯定也第二步死。他的这个病怎么能好呢？只能说就是他是早期能活几年，对吧？我觉得他能活几年，但是他不可能说，就是一下好了那是医学奇迹呀。你跟龙二好有 CP 感。我说白了啊，我会觉得说我跟龙二，就是龙二跟我演戏他是有默契的，就是你们其实这么多年你们会发现，就是我跟别人搭戏，别人在我身上这个搭戏都会比较有默契，为什么呀？那我说白了，你们看最后一集，我都剪不出来了。我剪完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呈现的效果特别差。为什么差？因为没有我的戏了。龙二跟那个其他人搭档起来也差，演的不好啊。就是我剪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哎呀，怎么演的，我的原话我说一坨屎，就是太，所以你们就看，就是这么多年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就是一个最佳男配，对，最佳男配，是我知道怎么去搭配啊，就是我不会抢戏，我的节奏会给别人留好了节奏，就是有的人他演戏他没有节奏的，会有火花，什么火花是带闪电那种吗？啊，什么火花？冒火星子是吗？我跟他演戏没有什么火花，投入感情没有。我对他投入感情都是那个拍完戏了，然后俩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有。俩人一起喝酒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俩一起喝酒的时候，然后他吐露心声的时候有，就其他的没有。我一直都不太会，喜欢剧里的他，我喜欢真实的他。真的演出来的吗？什么真的演出来的吗？什么东西？什么真的演出来？什么？有时间多拍一些，需要钱啊！谁能免费给你多拍一些啊？经费在燃烧。演员的片酬能小讲一下吗？没有片酬啊，我的剧里依然没有片酬。我们剧里边所有人都没有片酬，只有那个G9。
就是你和龙二的感情戏是真的演出来的吗？就你说真的演出来的吗？就是这句话就是个病句儿，真的演出来的吗？什么意思？就是真的演出来的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是说我们是假的吗？是怎么的？是演技好的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这孩子们，嗯，你要不你就问这情感是不是真的？你要不就问这情感是演出来的吗？现实当中有感觉，我不说了吗？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我说我现实当中对他没感觉，只有在演戏，就是那个演完戏的时候有感觉，就我俩在喝酒的时候，我俩在喝酒的时候有感觉。我俩私底下有感觉，就是我演戏的时候，我就是在工作的状态。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剧组10多号人都听我指挥，然后我脑子里一堆事儿，酒吧的事儿，然后剧组的事儿，就剧组10多号人，所有的部门都要我去把控，我就是一个工作状态，我不可能这些事儿我全抛在脑后，然后我看着龙二，然后我就给他放电，我就只爱龙二一人，那怎么可能呢？孩子们，10多个人需要我管，10多个人有不同的部门细节、租场地、剧本、演员的演技指导，这都是我。我现场我哪有时间跟龙二谈恋爱？能懂不？就是你上班的时候，你有好多好多工作要做，你不会看到你的同事，你会有那种就是什么天雷勾地火，能懂不？啊，他不会有，就是你工作的状态就是工作的状态。但是我为什么私底下会对他有感觉呢？因为我们私底下不用管剧组的任何人，就是我俩私底下喝酒放松。放松的时候，我就有精力去看他了。我在拍戏的时候，我说实在的，我现在为什么拍戏，就是我是最佳男配，为什么？因为我有自己的节奏，有自己的就是标准，它就是一个复制粘贴。你们没发现吗？就是不是你们看这部戏，你们没感觉吗？就是这部戏我的镜头都给了龙二，你们没发现这件事吗？就其实是我要死了，但是我的镜头我反而给了龙二，这把这个精力全给他了，因为我没有这个精力啊。所以有的人就说是我一直对那个龙二特别偏袒，其实是我精力真的不够啊，一个剧组10多号人啊，我怎么可能就是自己又演戏，然后又把精力全放到我自己身，我不太可能，我哪有那精力啊？你是我是个人，不是 computer，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就是我是很期待，就是下一部戏我他妈不当导演，我就做一个那个就是龙二真的喜欢男生吗？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是没睡还是起得早？我是睡到2、3点钟，然后醒得比较早，大结局啥时候出？今天晚上出来，如果没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出来。因为那个现在就是我讲完了，然后交给他们配音，他们大概2点能出来，然后下午我赶一赶。图图喜欢匀称瘦的吗？对，我喜欢那个就是稍微匀称一点的，就是我对胖子我只能做朋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很喜欢那种透的感觉，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透的感觉，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感觉就是哎就就是那种，其实我这你懂吧？你懂吧？就是罗二算匀称的吗？他不算，他不算，就是后期的他不算。他其实，在我的就是我对他的了解，他不算，他是雄肺呀，还他妈他还是肺呢？那你们对肺的理解可能跟我不太一样啊。最怕空气忽然安静。对，我对象是狒狒，就狒狒和熊不一样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更喜欢狒狒啊。你像我对象，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猪，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让他减肥，剧情是真实演绎的嘛？我们是 AI，我们都是电脑特效，本人都没到。什么叫剧情是真实演绎的嘛？剧情是真实演绎的嘛？就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孩子。我们是动画片吗？真实故事重演差不多，差不多。但是现实当中没死人，就是没得癌症啊，没生病。小茉莉就是我33岁，30岁到33岁的经历啊，30岁到33的经历。是谁的故事为主？是我的故事为主。你们看到的就是那些琐事儿，全都是我生活当中的琐事儿。那现实中因为什么没在一起？现实当中因为什么没在一起？我没跟司机谈恋爱，司机是虚构的啊，司机是虚构的。我说这个，你们看剧吧，不要看感情啊，就是感情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是那些细节的事儿啊，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啊。那感情，我会觉得说，剧它肯定会让大家就觉得说有真爱嘛，但是现实当中哪有真爱呀？都是奔钱去的，我直播间里有好多的就是那个
捞女，对不对？哪有那么多就真爱？不是我觉得现在的人都非常的现实，现实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他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啊，他可能不知道我喜欢你什么，但是他跟你在一起，他肯定就知道跟你在一起有什么啊，但是他不承认。你比如说，我就喜欢一个人，我喜欢他身材好啊，我喜欢把玩他，但有的人不承认。你喜欢他什么呀？啊，感觉吧，是什么感觉啊？不知道。你多假呀！你就是喜欢他的那个身材，没事你就想摸，哎，喜欢看他不穿衣服，那其实这就是理由。有的人不承认啊，有的人不承认。对呀，喜欢他的肉体，我觉得这没什么呀。你喜欢什么你就说嘛，对吧？啊，你比如说你要是喜欢我的那个喜欢我的那个身材的话，那我就一直在健身就好了，对不对？是不是？我喜欢他喜欢你的感觉，那你可能一辈子单身了啊。别人对你喜欢的感觉可能不长久，那你就单着吧。我会觉得什么？就谈恋爱啊，就是你要你要认清现实，就是有的人可能没那么喜欢你，那好，那你喜欢他，你就接受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因为别人没那么喜欢你，好，那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或者说哎，别人喜欢你的钱，喜欢你的颜，喜欢你的身材，然后你觉得他目的不纯，哎呀，反正我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就明白一点了，就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的各种各样的点，这个点不要觉得它是好的、坏的，怎么样的，对，没有什么好与坏，他喜欢你的点，那就喜欢你这个点，那有什么呀？对不对？很难找到这样的嘛。钱不钱多少都有，我有就行。那你喜欢小大夫什么？喜欢他的脸，喜欢他的性格，呃，喜欢他的身高，喜欢他的皮肤，喜欢他的思想，其他都还好。主要喜欢那个可可爱爱的吧，我就喜欢可爱的，我喜欢可爱的人，我喜欢那种，我喜欢那种有一点点刁蛮，然后喜欢就是有点野蛮小公主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我不太喜欢那种乖乖男，我不太就我之前我以为我喜欢的是那种，什么乖乖男，就那种乖乖的，然后那个就是特别柔弱那种。不，我其实我现在我会明白，我其实喜欢的是那种他跟你撒娇，跟你服软，但平时他是一种趾高气昂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他可能对，就是平时啊，就是他可能你喜欢他的时候，他会欺负你啊，但是就是你要生气的时候，他会服软儿啊，我会喜欢这种感觉啊。对你那种弱不禁风的，你就上一边去吧你，我就给你推荐个医院，你去疗养一下吧，对吧？就我还是喜欢那种有趣的吧，我觉得，在一起生活，人还是要有趣，但是乖的倔起来毫无办法。
还是不喜欢我。就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可以 battle， 但是最终能分开的就绝对不是说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他绝对没有那么喜欢，你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你们都知道我啥样，你们都知道我就霸道的要死。那小大夫，我俩那个时候要分的时候，我就是服软了呀，就是服软了。那我都啥样了，对吧？图图谈恋爱了吗？你是山顶洞人吗？你平时不下山吗？不出坑吗？那边没有 WiFi 是吧？No no no no。后边你就知道，就是没那么喜欢，就是没那么喜欢，喜欢了这咋的？哎呀，你就不想分开。你要是喜欢你就哪怕你吵架，你只是就是暂时的 battle 一下，但是你会就是想争取一下，但是如果说他不怎么样，小大夫不发视频，他要是多发视频多好。多发视频，发什么视频？他发什么视频？没看懂你说啥？发什么视频？抖音没视频，我还巴不得他不发呢。抖音发那个视频有屁用啊！你看我现在都不发，你发那个视频干什么呀？这人正经过日子，人家发那些视频干啥呀？没那么激情怎么办？该怎么办怎么办呗？你还坑人家一辈子啊？你让人家换个人坑坑行不行？对吧？给你们发个糖，给你们发啥呀？我俩过日子就偷摸过。感情这个东西就是顺其自然，你喜欢你就喜欢，你明知道你喜欢，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喜欢，为什么要凑合或者说一直要将就呢？没有感情你死不了。就你男朋友离开你他也不是会饿死，人家都有自己的人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就是适应能力也特别强，不要把这件事看特别重要啊。你要是舍不得，那你自然不会分。你要分了，你就别在那块矫情人家要喜欢你，人家也不会分这个事儿就明白就好了，不要较真儿。较真没什么用。我之前我就会劝大家就是多赚钱，现在我也不劝大家赚钱了，就是及时行乐吧。就是我现在对人生的看法就是及时行乐，不要想着就攒钱买房子。他妈的，我们这批买房买车的，现在都他妈后悔。为啥后悔啊？房价掉，车价掉，没啥用。
能懂不？就是我们，你就是手里把着点钱多好。你说你买这破房子干啥？我这现在我买了两个房子，现在就赔，就是这2年赔了将近四五十万吧，至少得四五十万。不是100多万，两套房子嘛，一百多万，我赔了100多万，就我来深圳这3年赔了100多万，光买房子这件事情赔了100多万，你说有啥用？是吧？最少对半砍吧，那是你们小城市，我们那个深圳还好，没有那么夸张，咱们就说你买这些买房子有个屁用，对吧？被房东涨价赶来赶去的，你有钱你还怕房东涨价？那还是没钱，所以说就是说，现在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开心，就是我之前我就一直鼓励大家就是哎呀要努力工作生活啊怎么样的啊，没什么，现在不是这样，我现在想法不是这样，就是大家有及时行乐，真的及时行乐，该玩啥玩啥，该出去旅游旅游，那钱够花就行，就开心最重要，是这样，我现在真的是真心觉得，我之前我就把工作呀赚钱呢放在第一位，但是实际上就是你赚到钱了，你去享受的时候你也不开心，为什么？因为钱这个东西会让你越来越，就是这个钱这个东西就会让你就是，身上特别沉重，你玩的时候你也不开心。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当时我开2家酒吧的时候，你让我出去玩赚到钱为啥不开心？那小猪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当时我有2家酒吧，我就开了2家酒吧，然后我出去休假的时候，我的电话就没断过，因为店里总有问题找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出去的时候，你这2家店你都会担心着，就是店里不找你，你也会担心这2家店。那你说你开这2家店，你是赚着钱了，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在享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工作或者说在那个经历日常的那种，比如说抖音也好，比如说这个听别人说也好，我们的这种体验感就少了很多。真的去玩了，真的去体验了，也搜索扎死的搜索。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到了那个阶段，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身边都是几千万的人，但是你没钱，连出去玩的机会都没有，也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没让你1分钱都不赚，我没让你混吃等死，孩子。这个小猪就是你听话不能听特别绝对，对，你要是混成那个德行，你就别出去玩了。你给当地的旅游行业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他们会觉得今年的这个经济大环境不是特别好，就是咱们就说想事儿吧，你别想的那么绝对，就是我会觉得什么，就是你要是有点钱，你可以出去玩可以出去玩，然后你因为你没钱的时候，或者说你身边的朋友都是没钱的人，他们都是知足常乐，他们对很多事情他们是感兴趣的。你像一个人他真正有钱了，他就没兴趣了，能懂不？就比如说，我怎么跟你们解释？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想买那个就是一些游戏机呀，或者说一些就是什么无人机呀，就这些东西，我都想买。每次我
路过那些就是数码产品店，我就去逛。但是我真的去逛了以后，我发现这些东西我都用过了，只不过就是这些东西我在用的时候它不是我的，但是我已经用过了。就比如说它无人机我用过了，游戏机我玩过了，然后在别人家玩或者在哪儿玩了，我就没那么大兴趣了。不是因为我买不起，我都可以买，但我现在我就是没兴趣啊，因为你周边的这个生活圈子已经达到了，然后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圈子之下了，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你没有那么大兴趣了，说实在你就不开心了。为什么我们愿意找年纪小的对象？因为年纪小的对象他们还会有欲望，他们还会有那种就是哎呀，就是向往这个向往那个。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顺便的体验过了，能懂吗？就是我为什么要找年轻的小孩？这年轻小孩你知道他就很容易就是幸福，他一幸福，我跟着幸福啊。你看我，你看我对象，他每天他喜欢吃活虾，他喜欢吃那个活的虾，然后我就给他买20块钱的，20块钱大概就是10条基围虾，我觉得他每天吃的挺开心的。但你让我买20块钱虾，我觉得啊，就不想吃啊，就觉得也不是说不喜欢吃，就是觉得啊，我想不起来吃这些东西，嗯，但就是容易满足，这种满足感、充实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除了锻炼，除了锻炼，主要是没动力了，没动力，我也不知道咋说，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挺后悔的，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没去体验一些东西，现在到了这个到了这个阶段，我就不想去体验了，我就觉得好多乐趣我都没有了。我现在其实最大的乐趣就是还是社交啊，我最大的乐趣是社交，但是很多人是讨厌社交，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社交。比如说，我特别向往的就是一群人出去旅游这件事情，就一群好朋友出去旅游，我向往的是这种啊，或者说我愿意跟一些就是能力高的人，或者说就是我觉得啊都非常厉害的人物，我跟他们吃饭，我跟他们交流，这是我最大的乐趣，其他的没有什么乐趣了。你比如说买房买车没有兴趣，就是经历过了，你再买也不会有所谓的幸福感。相反的，就是买房买车你会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买房你得装修，你有装修的钱也行，但是装修这个事儿特别他妈的麻烦啊！装修这件事儿特别麻烦啊，都烦死了。感觉大部分社交都是无用社交，随便你们，就是我觉得就是你们的理解就是你们的理解，就是也不是说对与错了，就是你们现阶段看到的这些东西，因为你们为什么觉得它是无用社交？因为你们不用，就是你们觉得不用社交啊，但是我们可能是需要社交啊，什么东西？现在我不觉得就是说那个，就是大家的生活是对错了，
就希望大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对错啊，没有对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自己不想做的事儿。怎么起了个湿疹呢？呀，我就觉得大结局这场戏啊，我觉得演的太烂了，我在愁得慌。我说你们看这个大结局会不会就是很失望？怎么卡了？卡了。既然觉得不够好，那当时拍大结局的时候可以提出来重拍吗？就是你们说话就是病句儿，我就很难忍。就是你们就是我直播间里我经常会看到一些病句儿，我真的很难忍。既然觉得拍的不好，那当时拍大结局的时候可以重拍吗？你想表达什么，我就不明白，就是你们的表达能力如此之差。谁能告诉我这句话他想表达什么？你是想表达就是说当时没有发现吗？还是说发现了可不可以重拍？当时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你们的表达能力真的，我就觉得现实当中你们怎么活下去？说话的一点都不在点子上，愁得慌，我都觉得，哎呀妈，你们这语文课不知道在干什么，或者说就是在社会当中怎么表达清楚啊？你们这个表达能力啊，愁得慌呢。你若翻越那片天空，
那些表达能力差的，我都直接拉黑的，免得自己生气。那我拉黑不过来了，我直播间里经常会有一些表达能力特别差的，我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你说翻越那片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拉黑不至于，顶多不理就好了。会影响到别人的情绪啊。睡眠，他为什么不睡眠？我点睡眠，我睡觉了。家人们，我睡觉了。点睡眠了呀？这电脑他妈怎么回事呢？关机行吗？就不要有亮光，外边阳光。喝水，妈给咱喝水。你说翻越那片天空，可以 C 的果冻，咱们喝个可以 C 的果冻。你也喝水。你不喝水？你不喝水，咱睡觉吧。酝酿一下睡意。
未来的某一。怎么事，兄弟？喝饮料。